方医生，你好。你，方医生好像被我们捉奸在床上。你不要乱说话。方医生，不要客气，坐啊坐啊。我口很渴啊，我进去房间，进去厨房拿杯水喝。大姐，来，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怎么？我不在这里，在哪里？在房间里喽。我这时候在房间做什么啊？跟你一样，睡觉啊。哎呀，在房间里除了睡觉呢，有很多事情能做的哦。我不知道啊。你们两个在搞什么？三姐咯，她看到方医生从大姐的房间出来，她你要死啊你！我跟你说，我是让方医生在我房间的冲凉房冲凉，你想到哪里去了啊？你歪脑筋是不是？不能怪我的，是方医生自己做贼心虚了，我才会那么联想的。什么做贼心虚？他说话的是结巴巴的，好像我们破坏好事一样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方医生是我们的客人，你们最好啊跟我客客气气，不要没大没小，知道吗？啊？好了，只是开玩笑而已，不要那么认真哦。不要吃了，懒惰虫，帮忙开饭。我能不？我能帮你们吗？当然行啦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我上了一天班，很累啊，我先进去躺一躺。不过千万不要告诉大姐。大姐，你无仇你在背后，吓死我了。弄完了，这些让他做好，他整天想偷懒了，你不要做他的鸡。没关系，让我来吧，我不能来这里白吃，什么都不做的。方医生，你那么体贴，谁嫁给你做老婆啊，肯定是很幸福的。柔柔啊，帮我去房间拿针线。做什么啊，大姐？我要缝住。我回来了。别人回来了。四姐，稀客。方医生先来我们家吃饭。哇，大姐，没想到你跟方医生的关系已经那么好了。你是不是要把人家给吓走啊？你最好不要胡说八道。你进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进来呀。大姐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明天林一鸣要来，对吗？我们要提防杨家店的人来破坏嘛，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预防的方法，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。那就好像不能等到火灾发生了才去训练救火员嘛，就好像不能等到打仗了才去找民防部队嘛。说错了什么？哇，四姐，你今天讲出来的话，真的是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啊！是小心，我是说小心一点嘛。小心是对的，但是也不用整天自己吓自己吗？哎，对啊，明天林一鸣要来的事情有没有说出去？没有。没有就好啊，那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。那等到明天林一鸣一来呢，他们要有所行动都来不及了。可是洋洋进来。啊，我一回来就要被盘问，那真惨呐！真的给小新说中了，幸好小新已经想好下一步行动，要不然大姐可要后悔了。说，怎么样了啊你？什么怎么样？哦，我当然表现优异啊，教官还……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我是想知道你到底跟那个女人怎么样啊？哦，你在说小慧啊？哎呀，大姐，我能不能有点隐私啊？你那天呢，喝到醉醺醺回家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警察学院报道，我都没有机会问你啊。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了什么醉话？我不记得啊。不记得？好
好了，我不管你是真不记得还是假不记得，我是要点醒你啊，点醒你啊！做男人要有一个男人样嘛，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小事就喝到醉醺醺，好像一个窝囊废一样。那个女人啊，她比你精1000倍、10000倍，你是不够她玩的。洋洋啊，你还年轻，不要就这样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吗？对呀，大姐的话是直了一点，可是都是为你好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听。大姐也是叫你跟姐夫离婚，你为什么又不听她的话？我希望你们让我自己解决感情问题。如果你们再干涉我，那我以后连饭也都不回来吃了。哇，这个人呢，怎么变到这个样子啊？对我们就这样，碰到那个女儿就服服帖帖的，真的是气死我嘞！姐啊，你别气了，方医生在啊。坐这里。哎呦，慈禧太后的王位啊，我担当不起啊！小弟吃饭喽。哎呀，吃饭了。诺文啊，不要客气了，这些菜合不合你胃口啊？一看就知道很好吃。哎呀，我大姐亲自下厨的，当然好吃啦。她做的都是家传菜。大姐，电视台应该来访问你才对呀。你不要听他乱说啊！你不要客气啊，大家这么熟了，你自己来啊。对呀，方医生，把自己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哈，对不对，大姐？哇，今天晚上的菜那么丰富啊，好像在吃团年饭一样。你有口福啊。团圆饭啊，不像啦，姐夫都不在。哎呀，姐夫比我们伟大多了，他正准备献身为民服务。我看他这个时候应该是满头大汗的开始他拉票行动哦。我们先拟一封信给选民，叫做《田大华告选民书》。对。然后呢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可以严加严护，开始我们的拉票行动。对，可以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对，就这么办。那我告选民书要怎么写呢？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哦，各位选民，我是独立候选人田大华，今年43岁。中学毕业，我自己慢着，我看中学毕业就不要讲了。为什么？啊？因为我们的对手是留学外国的博士啊。博士怎么样？是啊，博士整天躲在冷气房里面，他怎么会了解选民的痛苦啊？只有我呢，才能够传达他们的心声，因为我最了解他们啊。那我田大华跟所有的选民都是一样的，我呢是在咖啡店里面喝咖啡。在豪哥城里面吃鸡饭，哪像那个博士啊，可能这辈子连豪哥城都没来过。错了，你看，那个博士也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他们行动那么快啊？我们告诉给他们，他们拉票，我们也拉票。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嘞。哎，还准备什么？我们可以用嘴巴啊！哎，不要再吃了，不要再，马上行动！哎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！我是这一区独立候选人是田大华，今年43岁。这次大选呢，我敢出来竞选，希望大家也敢投我一票。以后你们有什么 complain， 有什么心声的话，跟我讲，我会跟政府反映的。complain啊，有啊，当小贩啊很辛苦啊。这里的租金啊，半年起一次啊，当小贩很惨啊！哎，记下来，这个是人民的心声，我们要反映给政府知道。哎，安哥，哎，来，请支持 Dr. Ma， 他在后面听一些小贩讲他们的心声。他过来的时候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跟他讲，他一定帮你解决的哈。问题，Dr. Ma在这一区管理的这么好，我一向来都是投他的票。哎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安哥，你不用怕他的。有什么问题敢讲出来？你不要被他的 doctor 就这样吓倒。你敢投我一票，敢做个反对人。田大华4大天王，省点力气吧，我们还有一条很长的仗要打的。我们不要输给他们。各位，我是本期独立候选人田大华，支持我一票。我是本期独立候选人田大华，请支持的。哎，安迪，我虽然没有当
政党撑腰，以后没有一大堆的跟班。不过我还是有一颗为民服务的心，你投我一票吧。哎，阿弟，以后你有什么complain，你就直接找我，我会为你服务的。我是住在这一区的。走。田大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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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支持田大华，请支持我，独立人士田大华，请支持我，我是独立人士田大华，请投我一票，谢谢你们啊！快！支持田大华，田大华，支持田大华，支持田大华。Hello, Mr. I'm independent candidate 田大华。Please support me. Vote me, OK? Thank you very much. 哎，其他人呢？哎，他们呐，不是气这个风势就是气喘呐，哪里跟得上呢？真倒霉，我去到哪里都遇到你这个马屁精。我是马屁精，好过你偷你老婆的钱呢。喂，你说什么？田大华，你这一次出来竞选，我真的是吓了一跳。明知道你会输得很惨，不过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要是你真的偷000的钱的话，我真的看不起你。喂，你不要偷生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可是候选人，名誉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控上法庭。好啊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偷000的钱，他今天早上会这么生气吗？还不是你这个家伙挑拨离间，一知道我出来竞选，就赶快载我老婆来闹，存心想破坏我这个候选人的形象，好让你们的那个 Dr. Ma 有机可乘。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，好不好？像你这种所谓的候选人，我需要用这种手段吗？玲玲为了你吃了多少苦，你可以给她过好日子吗？你像个男人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夫妇的事情，关你什么事？我警告你啊！现在我的身份可是不同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候选人。候选人，打我啊！你打我啊！要是等一下记者拍到你这个候选人打人的话，你就会从候选人变成犯人。打！哼！候选人，希望我们的居民不会选错人。我警告你啊！你出去不要跟我乱说话，我撕了你的嘴啊！你做什么啊？今天胃口这样啊？哦，不是啦，留一点菜给大华吃。留怎么留？他这个时候不回来，就表示他不要回来吃饭了吗？可能他忙到没有时间吃呢。二姐，你真是24孝老婆啊！听我说，不要对你老公太好，要不然会觉得伺候他是理所当然的，跟着呢就不把你放在眼里。有些时候气起来，真的是很想什么都不理他的。可是觉得他很可怜，是不是啊？女人啊，永远就是有这个致命伤，男人往往利用女人这种天生母性，成功的控制了女人。三姐啊，你最近好像变成男女问题专家了。你不知道吧？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。他读书的时候又不见得你这么用功研究。大姐，那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要确保你在社会成功出位呢，首要条件就是要对人性有充分了解。到底人性是什么？还不是男人跟男人，男人跟女人，女人跟女人之间的冲突纠葛。所以研究这两性课题呢是非常重要的。王医生，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我对男人跟女人的确有点研究，不过仅至于他们的身体机能，其他方面就没那么清楚了。哦，那你太不了解女人了，方医生。哎呀，叫你方医生好像很见外我们能不能改口叫你诺文哥，比较亲切一点？诺文哥，你介意吗？无所谓，叫什么都可以。诺文哥啊，你有没有很多女病人爱上你啊？没有。不可能的啊！那你家里住一些什么人？就我单身一个人。住什么房子啊？
三藩市足，车子呢搭地铁也很方便的。 ？How about club membership？ 我是指那些有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的那些。没有。这也怪不得了，除了第一项合格之外，其他的都 fail。是吗？怎么说？因为新加坡的女人都很势利，好像刚才跟你说话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一个喽。哎，我要修正你这句话，应该是说有条件的新加坡女孩子。那现在这个年代呢，没有 condo， 没有2项的车子，没有 club membership， 怎么会有女孩子看上你呢？况且啊，现在当医生的呢，也不是很吃香，赚的钱又不是很多，一出差错会被告上法庭的。这倒也是。而且呢，通常医生啊不是最好的情人，比如说在跟他接吻的时候，他会想起对方口水里面有几百几万的病菌正在传递给他。哎，够了哈你，不要越说越离谱啊你。我是在提醒诺文哥，在追求女孩子这方面呢，还要加倍努力哦。你说的倒是没错，这方面我的确是甘拜下风。那不久前呢，我看报纸，有一名男的医生呢，他说很多他看过的女病人曾经追求过他，而且呢，他死缠烂打，足足追求他几年的时间，这你相信吗？那相比之下呢？相比之下什么？快说啊！你是不是梗到了？快问他，快问他吧！没事吧？我刚才是说，相比之下，我这个做医生的真的是很失败。这则新闻我好像看过啊。拜托啊，那个医生那副德性啊，我十分怀疑他说话可靠性。我看啊，他一定是得了妄想症，要不然呢，就是那些缠住他的女人啊，眼睛有问题啊。对啊，我看过那个医生的照片，他真的很丑的。我认识的每一个男人都比他好看几百倍啊！蛇姬王呢？当然比他好看喽！你没有看到他的照片？哇！你笑什么？我在想你妹妹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她们蛮有趣的啊。什么有趣？我那个老三燕燕，她尖酸刻薄，讲话不会饶人的。我觉得她挺聪明的。那倒是啊。不过说到聪明啊，家里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她，只是怕她聪明过头，最后变成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有你这个那么有权威的大姐看住，还怕什么？什么权威啊？他们整天说我像一只母老虎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老是在背后说我管他们管得太严了。其实你弟妹都长大了，你也不能处处管着他们嘛。话是这样说，可是怎么放得下？你知道吗？我妈妈去世的时候，眼睛一直闭不上，直到我跟她说：“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弟弟妹妹的。”她才合上眼睛。直到今天呢，我还常常梦到我妈妈问我：“燕燕乖不乖啊？晶晶有没有被骗呢？柔柔有没有吃鸡脚啊？”鸡脚？柔柔小时候脚没有力，整天跌倒的，我妈妈就常常炖花生鸡脚汤给她喝咯。我觉得你很伟大，为了弟妹，你一定牺牲很多。什么伟大？只是尽责任哦。谁叫我先投胎做老大？怎么样？你跟我们一家人吃饭还习惯吧？我很开心啊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哦。是真的。我小时候，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一家人一起吃饭的家庭，特别是新年的时候，看见家家户户围在一块吃团年饭，
心里总是又羡慕又心酸。老实跟你说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顿真正的团圆饭。是吗？因为我没有家人可以团圆啊，所以今晚能跟你们一起吃饭，就好像杨洋说的，让我觉得一种吃团圆饭的感觉。你有没有发觉我吃的特别多呢？也许你从小就失去爸爸妈妈，所以你很希望有一个家。也许吧。哎，对了，你想到什么？以后你就常常来我家里吃饭哦。我想那种一家人吃饭的感觉，可以帮你治好你的毛病呢。是吗？你怎么会这么说？刚才我看到你跟我妹妹讲话的时候，就算我没有坐在你前面，你也说得很流利吗？所以我就故意走开的。开始的时候你还说得很好，直到后来啊，你发现我不在身边，你又开始有心理负担了。所以我想呢，也许那种一家人吃饭的感觉，可以帮你慢慢的克服你的心理障碍，啊？这倒是可以试试看。不过，你以后的伙食费可要增加了。我还怕你吃穷我啊！小心啊！做梦？没有，我是怕会断。不行啊！你回来啦？怎么那么迟？还不是到处拉票？你怎么还没睡？我睡不着。怎么样？你饿吗？我留了一些饭菜给你。我吃不下。你看，你声音都沙了。明天我煮一些生茶给你喝好吗？那就对了。你不要忘记，现在我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对付整个大政党。你应该在背后给我支持，而不是像今天一样去那边跟我闹。你看，报纸都登出来了。那，喝水吧。怎么会这样的？还不是书豪这个王八蛋！我看啊，这个摄影记者是预先安排好的，他就是故意要破坏我的名誉。他这样做就是要在议员的面前邀功。不会吧？哎呀，你做人的头脑不要那么简单好不好？我在商场上那么多年，什么人我没有见过？你以为书豪那么好心，真的是为民服务啊？我看呢，他是存心想要巴结一些好的议员，然后从中获得什么好处。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不过以后你再遇到书豪这个家伙，你要特别的留神，不要再中他的诡计，要不然呢，又要被害去坐牢了。我很困啊，我要睡觉。阿豪真的是这样的人吗？小新，早。你说今天要去远一点的地方，我怕那么早没有巴士，所以就踩脚车来了。你可以让我踩吗？当然可以呀、那可以走了吗？等一下我关门。
晶晶，你怎么了？痛。哪里痛？让我看看。不可以啦。为什么？我屁股痛。你还笑？哎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做“乘人之危”啊？什么？你好坏，你欺负人！那这就叫乘人之危啊！你不要跑！你也好坏，欺负人，害我跌倒！你不要跑！喂，你不要跑！这晶晶啊，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明知道今天林一鸣要来嘛，七早八早不跑到哪里去？哎呀，可能还比你更紧张，一大清早就去巴萨了呢。你去菜头树那边拿我们的菜，还有啊，多一点斑斓叶。哦，快点快点。喂，伙计啊，我鸡翅膀好了没有？早准备好了。来，你的鸡翅膀。有没有帮我挑选过的？放心啦，最好的留给你了。好了好了 ，Thank you 啊。慢走，谢谢你。老板，那些鸡翅新鲜吗？那当然是1等1的新鲜货了。那吃起来肯定特别有味道哦。那还用得着说吗？喂，石头玉啊，你的菇令只剩下这样啊，里面还有没有？没有喽。今天一早有一个人呢就全部烧光了。哎，我以为其他地方有呢，特别留给你咯。不过呢，现在几条你要送给你了，全部给你。这几条你给我做什么？拿回去给猫吃啊？嘿，给我菇令。昨天7早8早卖完喽。卖完了。卖完喽。你这边还没有菇令啊？卖完了。你这边也卖完了？难道是杨家健那些贱人在搞鬼？佳姐，那为什么整个巴萨找不到斑斓叶啊？这样巧，一定是他们的了。快点去帮我买叶子哦！快点啊，跑去买啊 ！OK， 继续盯住那个肥婆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马上通知我 ，OK？什么鱼都有啊！来，我帮你选。哎，跑得那么快干什么？鱼都有，菇令有没有？菇令啊！哎呀，刚才每一个人全部都扫光了啦。对呀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给人家害死了啦！啊！林一鸣指定要介绍传统的那些了嘛，传统的那些了吗？哪里可以少得了菇令鱼？我真的是给那杨家健人害死了啦！他妈的欺负吃你，竟敢欺负到我女人头上来啊！看我给不给他尝尝我的鹰爪功的厉害！鹰爪，鸡爪来的。等到你的鸡爪，我店早就关门大吉了啦。现在去哪里找菇令鱼？佳姐，买到你的椰子了。还好。我跟你说，你去另外一个巴萨买菇令鱼，还有斑斓叶。我先回店。快点啊！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你要看这点鱼档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谁敢偷我的鱼啊？我用一种钩把它4整2半。二哥，他们到461巴沙去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比他们早一步行动的。怎么好像发酸了？王八蛋！鸡蛋了，全部都是坏的。杨家贱人啊，你真的是要赶尽杀绝啊！说啊，我们这里的鸡翅膀还有椰浆都坏了，你再去帮我买这2样东西回来啊！
哦，我这里的盘蛋鸭还有滚鳞鱼都卖完了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把那么多的昆鳞鱼卖给人，你真的很笨啊！大哥，这我做的，我做生意的。姐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完蛋了啦，完蛋了啦！他们一定是派人盯住你们，所以不管你们去到哪里，他们都会比你们先到的。哎呀，姐，不如这样吧，我还是到别的巴萨试试看吧，哈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看你们再去别的巴萨试试，哈，就这样啊。这么毒啊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陆大爷，出来啊！你给我出来啊！你再不出来，放火烧你的店了！你出来啊！出来！要不要出来啊？喂，出来啊你！哇，你不要凶啊，小心我告你恐吓啊！去告了，我怕你啊！反正我们就快给你逼死了。你去告了，出来开门！我讲逼你啊，讲逼你啊！干死你啊！出来！出来！我来！你干什么？你发神经！没闭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闭手！切！啊！这么毒！你发神经啊你！打死你！不要！哎，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大姐啊！快过去！哎，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发神经！会放过你的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做什么？喂，你看这大姐，她发神经想杀人啊！你以为这人能死我？大姐，大姐，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大姐，不要！做鬼！要大姐，你别扶住我了，我死不了了。哇，大姐你没事吧？你一大早跑去哪里？也不交代一声，连店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知不知道杨家店那些贱人，害我们煮不到好吃的那些了吗？给林一鸣吃啊！真的？神经病啊！还这么高兴？现在连最基本的椰酱饭都不能煮了。他们是不是买掉所有的鱼啊、菜啊、椰酱啊？对了，我猜中了。猜中什么？大姐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跟我来，快点来！做什么？哎呦！来，快点！快点什么？全部都买回来了。神神秘秘买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椰丝！巴拿叶，巴拿叶也买了，还有什么？哎呀，鸡翅膀也买了，还有昆鳞鱼。哎呀，全部都买回来，太好了，我们这次死不了了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啊！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聪明了？没有昆鳞鱼怎么办？在这里呀。哎呀，找错嘛！害我跑了几条街去找啊！哇，谁知道你这样给博啊你？哎呀，姐啊，你刚跟对方好意，你怎么这样说他？没关系的，打是疼，你怕是爱。你小心啦！你的汗水滴到我食物了啦！去洗把脸，喝水喝什么？去拿，出去！我去喝水了啊！你要不要啊？烦死人了！大姐，石豪跟他那么熟的啊？大家是邻居吗？听听，把煮好的食物拿出去。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。现在啊，他们就算买到所有的材料，都远水救不了近火了。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肥婆在巴沙的时候，哇，气得要跳脚的样子，真是让我太爽了。最后她气到心脏病爆发，爆血管。哎呀，这回惨了。那个肥婆被我们整到这样，当然惨啦。哎呀，我是说你大哥，我这回惨了。你知道那肥婆吗？一看到我就喊打喊杀，说就算死了，做鬼都不会放过我。要是这回真的搞到他关门大吉，那他对我的印象不是比以前更糟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要追求他？啊？
追他。那就好了。既然你不需要追求他，那你管他对你影响好还是坏啊？哎呀，我是怕以后遇到他会被他打扁吗？他敢打你，我们就还手啊！我们3个人一起打他，还怕打不过他？就是啊。你说的容易，你还没领教过他大屁股的威力。就算我们3个对付他，他大屁股一撞，我们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啊。二姐，林一鸣他们好像来了。林一鸣带着他的摄影队来了。他们来了。大姐，不要催我。谁是老板？我大姐啊。我们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请你们配合我们，一切听从我们的指示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大姐要梳梳头发，擦点口红。神经病啊！人家拍林一鸣啊，又不是拍我。喂，玲玲啊，有没有带口红来？哦，有。我的头发可以吗？哎呦，不要动啊！哦。大姐，你看你的偶像拉拉。哎呀，拉拉，看起来那么年轻哦。姐，听说他今年有50岁了。怎么还那么年轻，那么时髦啊？哎呀，姐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可以比他更年轻、更时髦的。人家是大明星了，怎么跟人家比？来，你看你。林一鸣。哎，林一鸣，你好，拉拉，你真的很美嘞！谢谢。哎，你好，谢谢。我们去补妆。哎，好。你们去那边随便照。莫小姐，我们就快要开始拍摄了，请你们先到你们的摊位。等一下 Q 的一声就是摄影机要开始开拍了，你们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表情，像平时一样招呼顾客就可以了。好。二姐啊，我们也有份呢。我不要了。哎呀，要了，大家一起嘛，壮胆了。哎，你也涂一点口红吗？快点。我不要说话的哈。啊，快点，那边嘛干净一点。你看他们3个笑得多开心。哼，我看呐，他们是死命硬撑，故作镇定罢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那些菜一定是中看不中吃的。等林一鸣吃完以后，马上就会掉头走的。现在我们来到新加坡荷兰村一间毫不起眼的小店。是的，这间店是售卖新加坡著名的食物 Nasi Lemak。所谓 nasi 在马来话就是饭的意思 ，lemak 就是椰浆的意思，加起来就是椰浆饭了。这位跟我一样很有分量的，就是这里的老板娘了。站在我身边这位漂亮的小姑娘呢，就是老板娘的妹妹，也是她的得力助手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晶晶，这是我大姐，还有我2姐。哇，那不就是3朵金花了吗？哎，还有我啊，我在这里打杂的。想不到打杂也要抢镜头。好了，给他个特写，意思。嗨 ，hello， 哎，你们好呀，哎 ，hello， 哎，有路啊！够了啦，还有嘞，拉拉，在新加坡，Nasi Lemak 呢，可以说大街小巷都有的吃得到，而且是一道很容易煮的美味佳肴。但是你要做得好，可就不容易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试，好吃的话我们就吃个饱，要是不好吃啊，那我们当然赶快跑喽。对了，一鸣大哥啊，这里的菜式挺丰富的哦。对了，不过椰浆饭呢，最重要就是饭了。如果饭不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走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饭的水准。巴山的椰浆饭来了。在吃椰浆饭之前呢，嗅一嗅这个饭香，就知道饭的水准了。是不是真的啊？哎，椰香的香味加上那个饭香，形成一种很独特的香味。这个味道啊，让我有点情不自禁的想吃一口哎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一鸣大哥，我先开动了啊。香中带甜，非常好吃。这个饭粒哦，粒粒饱满结实，
而且，好奇怪哦，每一粒都是这样的完整，没有粘在一块。哦，高手高手。二哥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刚才林一鸣说给我们几颗星啊？5颗。多少？5颗。5颗星就是 5 star，5 star 就是最好的 hotel 了，5 star hotel 就是我们成功了。晶晶啊，还好有你啊，以后大姐不会再骂你了。大姐。小心。小心什么啊？什么？没事，我出去一下。谢谢你，小新。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，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经累了，最初最近的捉拿，不是说好了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了？说真的，快不快乐？如何？这不是你的，是我